好，欢迎回到樱桃梗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这一次的占卜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哦。就在这一刻，你的人生是有什么样的事件是需要放下的，然后又正在开启一个什么样的新章节呢？好，那我们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就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边是我们的选项1，选项2。选项3，好，那这一边呢，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咯。那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一张牌卡，这张牌卡可以是事件方面的，又或者是比较明确的指引。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在我的资讯栏里面有加入会员的连结，大家可以去看看哦。那现在我们就来看选择到第1组牌卡的朋友。那选择到第1组的你呀，你的这一张牌卡告诉我们的是能量，还有 leadership， 就是像牌卡上面所显示的这么清晰、这么明确的讯息，就是会想要来告诉我们的是，对于你来讲，你接下来的话会成为像 leader 一样的角色，成为引领者、指引者的角色。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这一张牌卡在这边之所以会出现，它给到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觉得对于你的过往，在你的过去要做的一些事情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这种感觉。我这边讲会比较直接一点哈，因为这张牌卡它的确给我的一个画面有一点像是在过去你要还的一些债，又或者是说在过去你要付出的一些事情它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它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能量的累积，又或者是一个能量完全堆满的状况。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的讯息。这张牌卡它其实也是让我看到的是说，你过往的一些人事物已经完全的消耗掉了，已经完全的，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哈。比方说，你可能过去背负着很多债。我们这边所说的债不是说金钱方面、物质方面的债，它有可能是人情债，有可能是你必须要去照顾的一些事情，然后有可能会是你身上的重任。总而言之，你在过往是一个不断付出，然后你的能量、你的 energy 不断的在消化的一个过程，在不断的在释放的一个过程，应该这么样子来讲。那接下来的整个情境它就会出现一个很明确的转变，会出现一个很明确的变化。那它会在讲的是说，你开始累积回来了你本身的能量，你已经开始重新的把你的能量堆积起来，从而你成为了自己的主导者，成为你可以开始自主的开始创造，自主的开始去享受你的人生。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讯息。而这一个讯息就像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个情境是一样的。在过去的时候，你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枯竭的情形，现在你会是一个饱满的情景。中间的这个态度有一点像是在讲说，你过去的人生不由你所主导，过去的能量不由你所累积，而现在的整个情境它会出现改变。而这一个改变的情形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它是一个慢慢的吸收回来的情形。我觉得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过去的你，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累积经验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身不由己的一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去完成、必须要去做的。你的这一个人生的阶段已经完成了，这个人生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你已经不需要也因为你应该怎么样子来说呢？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过去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是你必须亲力亲为的。一方面来讲的话，你会需要从中吸收到经验，或者是说从中去感受人生，或者是说从中去学习。而你现在已经学得比较饱满一点了，然后你的整个状况也比较富足充裕一点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像你之前那样子去不断的让你的能量有点像是消散
善的一个情形。那现在的整个状态有一点回到你自己的手上，你可以开始去创造，你可以开始去发挥你的想象力，然后你可以终于做你自己了。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这个就会是你的一个很明确的开始，是一个十分清晰的开启。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十分明确的讯息。我真的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的整个状态真的有点像是熬到头了，你们的整个情形真的会有一种感觉，是会觉得现在就是属于你们的新的人生，新的开始，也会是你们的一个新的，我要怎么样子来讲呢？新的能量的累积，然后新的爆发点。好，这个就是盘面上面让我所看到的一个情形。你看这一张牌卡在这边，我觉得从这个牌面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看的是十分的清楚了。这是一个很聚精会神的人，而且目标是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的人。你有感觉到吗？这种状况有点像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这有点像是打怪升级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形容的明确一点。因为在过去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去累积各种各样的能力，又或者是说你会不断的去吸收各种各样的一些讯息，而这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去做的，因为你做的这一些事情，它是一个到了最后不断的磨练你，让你成为更好的状态，让你更加的具有能量的一个状态，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可以帮助你把你的目标拿下，或者是说达到最后的那个 boss， 然后你会有更多的技能，然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也有更多的储蓄、储备还有资源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啊。我不知道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切身的感觉？因为当你在过去的经验里面的时候，比方说在你过去的整个成长的路线的里面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会觉得说很辛苦，所有的事情有一点熬不到头。其实在做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种感觉，你也不太清楚的知道说这些事情做起来到底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又或者是说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总而言之，你的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像是这一种很不安又好，又或者是说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焦虑感，我到底在干嘛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你开始踏入这个门，当你的能量开始回收的时候，也是说在近期也可能会开始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视角，更加清晰的目标，你开始会有一种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原来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缘由的，都是有原因的，原来这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目标有目的的，原来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会带来这样子的一系列的影响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也不能说是因果关系吧，但是它其实是有一条链在那边的，有一条线在那一边的。直到你开始找回自己的能量，或者是说直到你开始找回自己的当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才会突然的醒觉，你才会突然的发现，突然的明白，原来过往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最后的这个目标所服务的。而这一个状态就是你新的一个开始，人生的新的章节的开启，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清晰。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在什么你过往的那些人生的经验，如果说你在过往的情境里面来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你首先会有个像这样的感觉，然后呢你可能也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一个事情这边发生那边发生，很多的事情好像都串联不到一起。但是当你越是经历下去，越是走下去，你会越来越明白说原来这些事情是有原因的，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为了让我会变得更好，又或者是说让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流畅，变得更加的顺畅。所以你到了最后，这个牌卡所显示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串联在一起了，所有的能量又再一次的回到你自己本身的身上。接下来这一张，我们前面在讲的真的是我这边所看到的一点我们前面也有在讲，有些事情是需要放下有些事情它才可以开启。那如果是这个目前的状态的话，它真的给到我一个很明确的感觉，它就是在讲说你过去可能
有太多的事情是放在心里面的，就是有太多的事情是你想要去处理、想要去整理的，有太多的事情真的是会让你有一种感觉，是会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形容的。很多事情你都会把它变成自己的责任，这个事情可能真的它就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还是会放在自己的身上，而这个也会是我们讲话比较直接一点点也会是你的能量发散的原因之一。而且我觉得选择到这则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这还蛮对应到你的状态的话，其实你可以尝试着回想看看，是不是有些事情明明它不是你要去做的功课，它明明不是你要去负责任的事情，但是呢，你放在自己的身上，你揽到自己的身上，到了最后让自己变得十分的消耗，十分的内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的讯息。它会告诉我们就是在讲说，对于你来讲目前的整个情形，或者是说正在发生的所有的一系列的状态，有些事情是可以省略掉的、忽略掉的、放下的。现在来讲的话，如何要变得目标更加的清晰，如何要目标变得更加的明确，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大扫除，做一个清理，做一个整理。那么在清理和整理的这个过程之中，你的目标会越来越明确，那也代表的是什么？你的能量会越来越集中。接下来的是这一张，天哪，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一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就是看到是一个丰盛就是像一个盛宴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你有感觉到吗？我感觉到的是在讲说，可能在过去你在一个很忙碌的状态，而这个忙碌的状态它会让你内心产生十分多的疑问，会让你的内心产生十分多的困惑。那这个疑问和困惑是来自于哪里呢？它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想要来告诉你的时候，这一些困惑和疑问让你觉得你这么忙都不知道在忙什么，那你这么忙，你都会觉得说哇，生命是在消耗的，而不是丰盛的，而不是享受的。看到的有点像是这一个过程。而我们的这一系列的牌卡它也在告诉你的是，把你的目标集中起来，把你的注意力、关注力集中起来，所有的思绪都集中起来，集中在一个点，集中在一个你只关注的点，聚精会神。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排除到你身边的一些杂讯，自然的话就会排除到一些嘈杂的声音，从而来获取属于你自己的丰盛，从而来获取属于你自己的美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我会看到的是，只要你愿意放下过去那一些不属于你的功课，又或者是说放下那一些属于别人要负责的功课，你的关注力都放在你自己身上，把你的关注力都集中在一个点之后，那么你就会赢取属于你的丰盛和美好，你就可以迎来属于你的火焰，属于你的能量爆棚。我觉得最棒的一点是，你可以创造出属于你的火花，你可以创造出属于你的人生和美好，你可以创造出属于你的火焰。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招就是我们说的很清晰的，对不对？这张牌卡就是在讲说，去做任何你需要去做的事情，去放下任何你需要去放下的事情。这张牌卡在讲说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可能会是很辛苦的，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人事物在你的心中，可能这些人事物对于你来讲也是重要的。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人事物是不重要的，所以必须要放下，而是在讲说这些人事物由始至终它可能就是重要的，对于你的人生来讲的话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那也就是在讲说，的确他们很重要，但是的确时间点已经到了，你现在要做的是为你自己而服务，为你自己而创造，为你自己而开启更好的人生，更加美好的人生。这个就是这一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它会告诉我们的是说，的确很辛苦，所有的事情的确是很痛苦，可能真的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因为必须要去完成它，必须要去做它，然后该放下的必须要去放下。觉得这种感觉最痛苦的是情绪上面的纠
纠结、情绪上面的挣扎，包括说你可能真的要跟当事者，或者是说跟这个人事物说再见。因为我真的有一个很清晰的画面，你现在要开始起航，然后你现在要开始前进，然后你现在要开始重新的找回属于你的目标，重新的找回属于你的人生，重新的找回你的人生的下一个终结点。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而这所有的一切，他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你的丰盛、你的美好、你的绽放是由你自己来做决定的，是由你自己来开启的。那么你也会需要跟你的，即使是很困难，有一些责任，包括说有一些人事物，现在也是要按下停止的时候了。你看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它就是想要来告诉我们的是，有过去的再见，有过去的挥别，我们才会有新的开始，我们才会有新的希望在我们的前面。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这张牌卡会告诉你的是，其实你的心中是有你想要去的方向的，是有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的，有你想要去做的事情的。而且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就光是你看待你自己的人生，看待你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吧，你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美好的。但是在过去，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的经验又或者是说你的像经验是很多事情要发生，你是需要去处理的。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从能力的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是在不断的流逝的，不断的消逝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呢，说实在的，你也没有办法去追随自己的梦想，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追逐你想要去的方向。而我们的盘面上面这一边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它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在讲说，你想要去的方向是充满着希望的，你想要去的一个方向是精彩的，是充满着色彩的，充满着美好的，这个方向就是属于你的。而且这两张牌卡你看是不是超级的对应，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你的丰盛，你的美好，你接下来要去往的目标。我在这边我真的觉得十分的恭喜选择到这组的牌卡的你们，因为你们终于可以再一次的去追随自己的目标，可以再一次的去集中自己的火力去朝着另一个方向去前进。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真的是十分的不容易了，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说。而且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重点对于你来讲，就是这所有的一切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端。我觉得说最重要的是，你又重新的燃起了你对于你自己的希望，你对于你自己的美好。这一张，天哪，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抽的这3张牌卡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的总和。这张牌卡也是在讲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真的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说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过往的要承担的责任，或者是你们人生的一个章节已经告一段落了。特别是有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牌面上面整体上面会给到我一种很直觉的感觉，有可能说在过去你是在为另外的一个人的人生在负责。你在过去的时候，你的确会觉得那个是你的责任，然后是你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慢慢的，你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想法，新的一些感觉和感知。你开始会觉得那个是他的故事，那个是他的人生，而且他的故事，他的人生不应该由你来负责，不应该由你承担。所以这个牌面上面让我所看到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在讲说，过去的故事就让它过去，过去的故事就让它完结。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我们必须要学会放下过往，才会让新的故事有新的章节，才会迎来属于自己的丰盛，才会有机会把我们的所有的能量都整合起来，才会真正的做到自己，才会真正的去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我们讲到这一边都有对应到你的话，其实你的心中一直都有想要去尝试的事情，一直都有想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在过往一直都会有一些绑手绑脚的事情，让你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放开去做，让你没有办法去肆意的就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有太多的责任，太多的事情绑着你的手脚，让你没有办法前进。而我们牌面上面看到的这一切，就是当你一旦放下之后，当你理清楚了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真正需要承担的是什么，对于你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而这一些事情它就会消散去，这一些不属于你的人事物慢慢的也会退出你的人生的舞台，而剩下的就是属于你的丰盛，你的目标，你的未来。好，那我们这一边你看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会让我感觉到的是，你过往的那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话你会变成一个更加成熟的人。我觉得说这边的成熟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方面的，到了我觉得说这边的成熟点，它可能更多的会像是你如何的照顾好你自己，你如何的增强你自己，然后你如何的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是把所有的 focus 又拉回到你自己本来的身上，这是一个内在的成长，然后这个是你自己本身的心灵方面的成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过往，我觉得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在过去你服务的是别人，接下来你服务的是自己，而这一个转换就是你成熟的开始，这一个转换也为你的人生迎来一个新的章节，而这个新的章节就是让你变得更加的丰盛，让你变得更加的美好，让你变得更加的幸福的一个新的开始。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哦，那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为每一个选项多抽一张牌卡。那这一张牌卡可以是具体的事件，也可以是具体的指引。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加入会员的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哦。好，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那选择到第二组的你呀，什么样的事情要放下？什么样的事情又正在开启呢？这一张牌卡告诉我们的是扩张、扩建。这张牌卡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状态会有点像是过去有点像是在打根基，然后现在是终于的可以盛开了、盛放了。而且这张牌卡会让我的看到的一个状态是有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六个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会觉得说，我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你们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成长的空间的，无论说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想要扩张的人事物，这个部分它其实也可以代表的是什么？如果说你今天是跟家庭有关系的，又或者是说是跟你自己本身的成长的一个状态是有关系的话，那这张牌卡它其实也是在讲说你的家庭的扩张，可能会有新的成员的加入，又或者是有些新的事件的加入，有些新的事件的开启。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张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那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的接下来的人生很值得期待，而这个也会是一个新的章节、新的篇章的开始。比方说，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什么有可能说你之前在经营的这一个事情，如果说你今天是自己出来创业的工作的，那么你的事业会做得越来越大，你的工作会不断的扩张。那如果说你是帮人打工的状态的话，它很有可能就是升职加薪的一个状态。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都是在一个基础之上，然后新的开始、新的开启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有点像是我们前面一开始所说的，做好基础、做好积淀，然后在这个积淀上面盖起高楼大厦，就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它不太像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不太像是一个新的开端、新的开启，它比较会像是在讲说之前打好的基础，在基础上面成长，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事件这一张
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觉得很有趣哈。我们牌面上面看到的就是一个召唤的感觉，然后就是一个我有点看到的是一个显化的过程。我看到的这一边结合到你所抽到的这张牌卡哈，它给到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它其实哈就是在讲说，对于你来说，你目前的整个情形是一个召唤术。怎么样子来讲呢？让我们这边来解释一下哈。你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可能在研究哈，可能就在想说，诶，这一个事件，或者是说你正在做的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有提升？比方说你是自己出来创业的话，你其实就会在想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扩张，然后有没有可能扩散，这个是一个。那如果说你是帮人打工的话呢，其实你也会在想，如果说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有没有升职的机会，有没有加薪的机会哈？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明确的讯息。那在这一边的话，结合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整体的画面，它真的就会让我感觉到的是这个机会来了，这个计划你看我这边讲话，这个机会显现了。这个部分我其实说实在的，你要说很意外嘛，好像也没有太意外，因为我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们是直觉性超级强的。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觉？而且有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是很清楚的知道的，诶，这一事情是可以有搞头的，就是这个事情是有可能提升的，是有可能进展的，然后是有可能开启的。其实你的心里面是很清楚的知道的，只不过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好让它开启，要什么样的时间点可以让它真正的实现。关于这一个的话，在过去你其实是一直都在观察，一直都在看的，是说你不确定，是说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突然间你的这个灵感一动，这个事情它就有个开始的可能性，这个事情就有个开启的可能性。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这个状态在近期是会发生，也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来说的话，你会很清楚的明白哈，为什么这一个事情是会开始，而且你也会很明白的知道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开始。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显示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所以与其说这个事情突然打过来，突然间发生，不如说这个事情已经在你的预料之中，只不过说你准备好，它还没有来。那现在是它来了，你又准备好了，更加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一张牌卡哈，在这边会告诉我们的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哇，真的天哪，我都为你们感觉到激动诶。这个情形会有一点像是什么哈？这个情形是有点像是在讲说，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快到了，然后呢，你有点蠢蠢欲动，你会不断的想要去做尝试，或者是想要去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时候，这张牌卡就出现了，它就会告诉你的是，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它会自然的出现在你的眼前，自然的会去发生。这种情形会有点像是回到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哈，如果说今天是事业部分的、工作部分的，你想要扩张你的事业，你想要去开启你的事业，这个过程之中哈，就像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你要等到这个机会真正的到来，然后呢，它有点像是一个 click， 你的想法还有你的这一个事业，它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迸发，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你不能着急。好，说到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不要着急，然后你也不要太急促的让这个事情去产生，因为它的这个事情它正在靠近你，这个部分你是清楚的可以感觉到的哈。就是如果说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是有对应到你的情形，你是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这个事情好像慢慢正在靠近，也就是在说你能看到这一个机遇正在慢慢的靠近，你正在应该要如何的来形容呢？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一个趋势正在慢慢的到来，但是这个趋势它有它自己的时间点，它有自己的节奏，你只能等它到来，而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走向它或迎接它。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所以这张牌卡在这边也会告诉我们的是，你不要太过着急，又或者是说你不要太过于的想要去
就是太主动的想要去抓住它，反而是被动的状态会比较适合。在被动的状态里面，并不是在讲说你什么事情都不做哦，而不是说你两手空空在那边等哦，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准备好自己，你休息好。这张牌卡最直面的意思就是要休息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哦，它已经是花了你很多的心力了，真的是很操劳的一个状态。在过往为了迎接这个机会，为了迎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自己也没有休息好，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没有很好的，要如何的来形容呢？就是你作为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的整个状态会是完全的 focus 在这个点上面的，所以可能也没有睡好，然后也没有吃好，也没有照顾好你自己。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章节是属于你的这件事情，我们先把它确定起来，因为我们前面就有在讲说这个是你显化来的嘛哈。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准备好自己，休息好，等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伸手的去抓住它。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觉得太棒啊，真的是很厉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哈。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一个显化的过程，这张牌卡出现在这边的话，它有点像是一个回溯的过程，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在讲说你过往发生过的事件，过往发生过的事情哈，然后呢，在近期又回到你的身边。那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可能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你已经做过类似的尝试，比方说你想要扩张你的事业，比方说你想要加薪升职哈，像这样子的情形，但是在过往呢，你可能没有准备好，然后又或者是说时机点不对，总而言之有太多的事情可能就只真正的成为了你的阻碍，所以你没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实现，但是你没有放弃，你知道时间点不对，你知道说你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准备，所以你把这个事情先搁置起来，先放起来，从而呢，那你自己做更多的努力，做更多的规划，更加的充实你自己，但是你心中没有放弃过这个事件。这张牌卡在这边显示的，也就是在讲说这个事件又再一次的回到了你的身上，又再一次的出现在你的世界里面，所以它有一点像是你过去想要成就但是没有成就起来，没有做好的一些事情，然后现在又一次的机会再一次的到了，让你可以重新的去建立，重新的去扩张，重新的去达到你的目标，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哈，我觉得这一张牌卡它整个的结合也有点像是一个旧人将会回到你的身边，而这一个也会开启你的人生的新的章节。这一个旧人可以是各种形态的旧人，一方面来讲的话，有可能是你的前任，有可能是跟你过去关系很紧密的人，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你过去认识的人，但是呢彼此之间的交集不多。最近的这个状态下面来讲的话，你可能不是说你对于感情有很深的渴望，而是说你最近可能会想要有一个知己，或者是从情绪情感上面来讲的话，你会希望有一个可以支撑你的人，或者是可以跟你聊天的有灵魂交集的一些人。这个时候呢，这一个人呢又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身边，出现在你的面前，对不对？那这个情形来讲的话呢，又会让你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刚刚好。而如果说这个人他也加入到你的生命中的话，那这一个也是我们一开始所看到的这张牌卡，扩张了你的生命，扩张了你的家庭，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接下来这一张牌卡哈，会告诉你的是，当你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一定是自己一个人要单独的去完成的，也就是你的这一个旅途，你的这个旅程可能会让你的内心产生一种孤寂感，可能会让你的内心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那这张牌卡在这边会想要来告诉我们的是，你不需要孤独的完成这一个旅程，又或者是说你不需要孤独的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张牌卡之所以在这边出现的话哈，它可能真的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过往的人事物会重新的回到你的身边，而这一个人事物它会成为你的陪伴，这个是第一个。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宇宙它其实一直都陪伴在你的身边，它给予你指引，给予你向导，给予你方向，所以你才会更加明确的知道你想要显化的是什么，你想要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是什么。最后的这张牌卡它其实也会告诉我的是，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尝试
式的向你身边的人去求救，有点像这种感觉，或者是说把你的手伸出去，好，希望他们可以给你伸出援手，又或者是说帮助你去缓解你目前的焦虑感。这张牌卡在这边会告诉我的是，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都不是孤独的一个人，你都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你都不是一个人面对着所有的一切，你都不是一个人在这一个过程中起起伏伏。它会告诉我们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宇宙永远在你的这边。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因为我真的是会觉得你们的这一种显化的能力是在可能很久之前就已经是有实现的，就是可能很久之前你就已经有察觉到的。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可能就是宇宙在你的身边给予你提示，给予你指引，所以你才会知道说要如何的许愿，然后要如何的显化。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它也是在讲说，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也是一个很有直觉性的人，所以对于这些事情的进展你其实是很清楚的，不过当下的情绪是需要缓解的。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它会直接的告诉你的是，给你的内在的小孩写一封信。我会在这边把它理解成说与自己沟通的过程，与自己对话聊天的过程，结合到我们前面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它真的就会让我有一种感觉，这两张牌卡都是会告诉你不要紧张，不要焦虑，不要情绪上面有这么大的波动，我们要耐心的等待，又或者是我们要有平静的方式去等待。作为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它反而会帮你收获更多，它反而会帮你找到更多，看到更多。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而这张牌卡也会再告诉你，就是直接牌面上面的给你的内在的小孩写一封信，告诉你现在的情绪。而且这个状态为什么要来写一封信，为什么要跟自己对话，现在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你在不断的显化。你有感觉到吗？你有感觉到说你要不断的跟自己沟通，你才会更加的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才会更加清楚的知道自己可以为自己带来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好。等待的这件事情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寻找的过程之中，你才不会迷失方向，你才不会找不到方向，你才不会让自己那么的焦急的去抓住方向。我觉得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手太快，又或者是说我们真正的想要去做，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焦虑的心情、焦虑的心态让自己没有办法，或者是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作为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去抓住这一个机会。而这张牌卡会告诉你的是与自己之间的对话，与自己的自我的一个表达，就是自己来描述自己的状态，描述自己的心情，来告诉自己，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状态吧，对于你来说。而这个状态它会帮助你走得更远，它会帮你实现的更多，然后它也会更加的帮助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紧紧的抓住属于你的机会。这一张这一张在这一边，我觉得所有的一切会变得更加的清晰，所有的一切变得更加的明确。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因为我们这边的牌面上面让我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也就是在讲说为什么要等。因为不要做出任何的妥协不要做出任何的让步，不要说因为这个状态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觉得你要做出妥协，因为这个情形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要做出一些让步。我们这边的牌面上面就是给到一个超级明确的讯息，你知道自己是谁，你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所以你不需要做出任何的让步，然后不需要做出任何的退让，反而是你越是做自己，越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越是看到自己内心的渴望，越是跟自己对话，你越是会发光发亮。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当你坚持你自己本身，不做出任何妥协的时候，这一个机会会以你想要的方式，以你想要的状态显现在你的眼前，而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会帮助你去抓住它，也会让你更加的知道你自己本身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好，那我们这
这一张在这一边，我觉得是不是就很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状态，很有可能是过去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但没有那么的成功，也是因为这样子经历，或者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往，给了你一个超棒的机会，给了你一个超级好的机遇，来告诉你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能做到什么，又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人事物对于你来讲是最为重要的，什么样的人事物是不适合你的，你可以做出哪一些妥协，然后你可以做出哪些牺牲，但是哪一些底线你是必须要守住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我们都是在讲过往的这一个经验啊，过往的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过往的这一段感情关系吧，或者是说过往的这一个互动，没有达到你理想中的目标，但不代表说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经验，不代表说它会为你带来负面性的影响，反而是通过这样子一系列的事件，可以更加的清楚的帮你找到你自己本身，可以更加的清楚的帮你去看到你自己是谁，而这所有的经验也会让你更加的明白，或者是更加的理解自己内心的需求，从而为你自己开启一个全新的章节。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2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樱桃梗占卜现在开通会员咯，那在会员的影片里面，我会给每一个选项多抽1张牌卡。那这张牌卡可以是具体的事件，又或者是具体的指引。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我把加入会员的链接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哦。好，那现在让我们来看选择到第3组的朋友。那选择到第3组的你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它会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 idea， 一个新的想法，一个新的希望。总而言之，这张牌卡会让我们看到的是会有一些新鲜的人事物，新鲜的希望，新鲜的可能性会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为你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会为你开启一个全新的空间。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而且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的话它也会给到我一个十分明确的画面，它会告诉我的是说，你接下来也是代表你自己本身，你的心态会变得越来越开放。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在讲说，你会对一些新鲜的人事物接受能力会更加的强，你会更加的容易吸收到一些新的人事物。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互相的作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一方面来说的话呢，你可以在讲说，因为有新鲜的人事物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了，那所以呢，你会开始觉得说，那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值得尝试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因为外在的世界，外在的环境让你改变了你内心的一些想法，改变了你内心的一些态度。那我们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它其实也很有可能它其实很有可能的是在讲说，因为你的内在的心态改变了，然后或者是说你内在的一些想法，内在的一些状态改变了，然后外在的事物进来的时候更加的容易被你所察觉，更加的容易被你所吸收。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所以啊，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又或者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会觉得你都要做好准备，迎接这一个新的开始，迎接这一个新的开端。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这一张牌卡它也给到了我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它会告诉我的是，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呢，其实你是很期待这一个新的事物的展开，很期待这个新的事件的展开。而且这张牌卡说实在的，我会认为的它可能发生不单单只有一件事情，它有可能是几个新的事物同时间发生在你的世界里面，或者是说同时间的出现在你的世界里面，让你充满了希望，让你的内心感觉到美好。这个也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画面。那所以呀，看到这一边的话，我真的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我会觉得是说，你接下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状态，或者是准备
成为一个开放的状态，任由这一些希望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因为你是一个开放的状态，所以你可以吸收的更多，尽可能的吸收更多。这样的话也可以由你来做出选择，然后由你来做出判断。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的这一张牌卡。接下来你看这一张，天哪，这一张我们来对焦，我看到这边都有点激动。这一张牌卡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一个状态啊，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棒。它讲的就是一个寻找的人，一个踏上旅程的人。这张牌卡就是塔罗里面的愚者，第一张就是那个0号的牌卡，无限的可能性。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状态，你本身是一个打开的状态，那所以对于很多的一些人事物啊，你开始变得更加能接受，然后你也更加愿意去接受，从而你就当然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啊，从而你就当然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啊，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那接下来的话，我真的是会觉得这张牌卡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奇幻的旅程，你有无限的可能性，你有探索这一个世界的新奇的这种可能性。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过往在过往的状态里面，我们这边讲话比较直接一点点，我觉得可能对于你来讲就真的是会有一种感觉，就会觉得所有的事情是比较封闭一点的。对于一些新的事物我觉得并不是说你去排斥，而是可能没有那一种觉得要去拥抱或者是要去接受的感觉。慢慢的可能有一些时间点让你突然醒觉，又或者是有些事情的发生让你突然的有一种好奇心，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来自于你内在的改变，或者是说来自于你内在的焕然一新，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触碰，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事件让你开始觉得说，其实你知道吗，还蛮有趣的，还蛮想了解看看的。当你的这一些好奇心被它激发出来之后，又或者是说当你的这些心理慢慢的呈现出来之后，你会开始觉得说这一切系列的奇幻的旅程，你不再害怕，你不再退缩，反而是你很想要前进，你很想要探索，你很想要看个究竟，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我这边感觉到的是接下来你的这一个新的章节，新的开启，它更加会像是一个探索的开始。什么叫做探索的开始呢？它其实也是在讲说它或许没有一个目的地，就是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目的地，你还不太知道什么样的人事物是最适合你的，或者是你的方向具体在哪里，但是你已经准备好踏上这一个旅程，接收所有的新的 idea。 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十分像是背包客，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又或者是说去到一个新的国度、新的城市，又或者是接收到一些新的一些人事物，然后让你有一个进入到新世界的感觉。但我们必须要讲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启。如果说你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个很明确的收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感觉，它就没有办法说是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个收获，因为就像我们前面不断在重复说，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更多的会是去了解、去看、去寻找，因为它不太像是一个在短时间内会确定很明确目标的状态，而是到处都看看，到处都了解看看之后再做决定的一个过程。这一张，哇，这张真的是，这张会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你创建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说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你目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或者是说你目前所有的这一个体验它真的都是在讲说你在慢慢的创建着属于你的未来，在慢慢的创建着属于你的美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因为它会告诉我们的一个很直接的画面它在讲的是，当你在探索的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一个经验，就已经让你感觉到是一个很满足的状态。这一个经验它其实就已经让你更加的充满自信，更加的确定
自己的未来，更加的了解自己的色彩，更加的了解自己的人生未来的走向。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那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出现2个状态。第一个状态是你开始重新的搭建你的新的开始，是一个可能跟你之前的人生的经验，或者是说跟你人生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旅程。我们再具体一点点，你可能会踏上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旅途，比方说你可能会去从事跟你之前的工作完全不相关的一些行业，又或者是说你会接触到一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业，一个新的开始，全新的开始。那么在这个开始的过程之中，你有很多的事情是不了解的，有很多的事情是你需要去探索，需要去搞懂搞明白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其实是会觉得很有趣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会觉得很好玩不会是那种觉得说哇怎么那么烦这个东西要了解，那个东西要明白，你不会是这种感觉，反而是说哇天哪，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人生的经验，这么多的可以去追寻的目标，真的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满足，很内心产生很强的喜悦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我会认为从你自身来讲的话，因为你本身的内在的状态改变了之后，你所看到的外在的状态也是完全的清晰的，也是完全的明白的，也是完全的要如何来形容的很清楚的，对于你来讲是这一张哇，这一张我们看牌面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接下来的是一个极致喜悦、极致幸福的人生的经验和人生的体验。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种经验，还有说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对于你来讲，可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或者是说从来的都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的，因为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真的是心之所向，而且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你探索所有的事情对于你来讲都是新的探索，新的起点，所有的事情对于你来说都是那么的 excited， 都是那么的兴奋，都是那么的有趣，都是那么的让你心旷神怡。这个就真的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很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选择到这组的朋友你真的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新的世界，然后呢你到处看，全部的世界都是彩色的，全部的世界都是精彩的，都是让你觉得心旷神怡的，真的会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我内心里面也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我真的是会觉得你会重新的开始思考你的人生。有可能说之前因为我牌面上面也会让我有种感觉，是会觉得可能之前你真的会是一个比较相对于来说比较保守，当然跟现在的状态来讲是比较保守，又或者是说比较，我觉得封闭自我可能不是那么的正确，或许我们用比较谨慎的这个词语来形容可能会比较像是这种状态。然后慢慢的，然后你会越来越开放，然后慢慢的你会想要做更多的尝试，你会想要有更多的一些体验。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这所有的一切叠加起来，它会让我感觉到的是，你的人生将会有全新的体验，全新的感受，将会有全新的开始。这个就是牌面上面太清晰的讯息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张牌卡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给你自己这个 permission， 给你自己这一个允许，让你允许去感受，允许去体会，允许去踏入这一个全新的旅程。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可能之前的状态的确是会比较谨慎一点点，也会相对于来说比较保守一点点。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你可能真的不允许自己去体会，或者是这个有可能就是你在过往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或者是说在过往让自己感觉到更加安全的一个机制，的确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出现的话，它的确会给到我一个很清晰的感觉，它会让我觉得说，不是说你现在不需要保护了，
不是说你现在不需要，就是怎么样子来形容呢？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状态是会变得更加的自我确定，更加的自我满足，或者是说自我去找到这一份安全的感觉，所以你才会让自己从这个躯壳里面走出来，才会让自己踏上这一个探索的旅程，而且你也会舒适的在这个旅程中做自己。那这张牌卡也就会告诉你的是，现在就是能让自己去体会人世间所有的一切，所有的经验的时候的一个很棒的时机点。这一张，我觉得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牌面都会在不断的告诉你，你很棒，你很好，你要更多的去体验自己，更多的去体会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会是好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朝向光明，朝向美好，所有的事情都会渐渐的被你所适应，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因为我目前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个画面，的确也会让我觉得，或许你的内心里面是会有一些不安的，或许你对于这一个全新的旅程，甚至带着这种未知性的旅程，内心里面的确是会有一些，我觉得不是焦虑，是有一种期待，但是呢又很害怕接下来的未知。那我们这边牌面上面会告诉你说，你是安全的，你的状态是很棒的，是很好的，你需要去做的就是去追寻，去探索，去寻找，去看，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所有的美好都会好起来，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你需要去害怕的，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伤害到你的。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始，这是一个很棒的开端，而这一个旅程的开端，它不代表终结。因为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面对未知的东西，可能内心里面真的会有一些局促，真的会有一些不安。那我们牌面上面就真的是给到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越来越好。而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对于你自己的坚定，你对于你自己的肯定也会变得越来越强。而这样子的坚定和肯定也会为你带来足够的喜悦，也会为你带来足够的幸福，也会为你带来足够的美好。所以所有的人事物都朝着好的方面去进展，所有的人事物都朝着好的方向去前进。你是值得的，你是可以拥有的，你是可以拥抱的。好，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十分清晰的讯息。你看，这个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天哪！你是值得的，你值得拥有所有的一切，你值得拥有所有的美好，你值得拥有所有的未来，然后你值得去享受，值得去体会，值得去体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你所准备好的。你不需要感觉到焦虑，你不需要感觉到焦急，你也不需要感觉到困惑，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你所安排好的，都是你的心之所向，都是你想要去往的方向，想要去探索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就是牌面上面给到我们的一个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的讯息，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会来到你的身边。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值得的，那么你才可以大胆的去探索。你要相信你自己是被爱的，你才会更加勇敢的爱你自己。我们真的是会觉得，接下来只要你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只要你的整个人是开放的、打开的，你就会吸收，你就会快乐，你就会满足，你就会变得喜悦。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再清晰不过的讯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值得所有的喜悦，值得所有的美好，值得所有的幸福的。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哈，我觉得很清晰很明确。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会让我觉得可能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在过往或许有一些心理的状态是会让你感觉到十分的困惑和困扰的，从而局限了你物理上面身体的状态。因为心理的状态和生理的状态它是会有一定的连结性的嘛。那接下来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健康，无论说是从心理的部分还是从生理的部分来讲的话，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因为你终于找到了自己，你终于认可了自己，你终于学会了爱你自己，所以所有的一切都会朝着好的那个方向去进行，而属于你的幸福，属于你的快乐也会朝着好的那个方向去展开。OK， 好，那这一边就是给选择到第3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